地址收到了吗？这是我现在的位置。我猜你会来找我吃午饭，因为黑椒牛柳、糖醋小排、白灼菜心。这个项目听上去很有趣，但是你似乎忘了，我的研究领域是脑科学。想知道答案的话，你可以现在打开相册看看。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吗？比如呢？你是说拍摄主体是我的照片吗？刚才忘了说，下次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拍，这样我可以配合你多摆一些姿势。不会很棘手。至于有没有好好吃饭，如果标准是这个便当的话，那我确实称不上好好吃饭了。这次的研究项目在这里做临床试验，准确地说是临时研究基地。明天研究才正式启动，今天给他们放了1天的假。以我对这位同学的了解，我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后，你的好奇心会抛出更多疑问。所以在这份心意满满的便当凉掉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吃饭吧。吃完饭，我再带你好好参观。感觉怎么样？研究所花了不少时间，把这里还原成70年代的样子。是一项关于老年健康脑的研究，针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或是有患病隐患的老年人做临床观察。阿尔兹海默病可以说是现代脑科学研究面临的严峻挑战。即使是这次的研究，也只能把方向放在患病前的早期干预，研究的同时观察脑细胞的数量和质量。如果老年人的大脑经常处于停滞状态，大脑会容易退化，而回忆自己印象中深刻的事情可以激发大脑的活力。即将入住这里的老年人，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经历集中在70年代，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。让他们身处熟悉的环境，以此来刺激大脑，是这个研究项目的基础。
没有。如果你想拍摄，我可以征求病患家属的意见。我想他们会同意的，因为你想做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只是很高兴，原来你已经为我们的以后计划得这么远了。在想什么？在科学的层面上来说，你获得了一次即视感的体验。但是我这里有更浪漫的解释，也许是我们的灵魂在梦中偷跑了出来，然后相约在70年代的某个院子里。也许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安稳又慢吞吞的一生。你不相信的话，要不要尝试一下？在70年代的院子里，做一个慢吞吞的梦。一生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词语，一生有多长，是你自己来感受并且决定的。所以只要你想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度过一生。看来我们得找个东西，把它们封印在未来。欢迎来到70年代，小姑娘。你有什么想做的吗？我也想知道你认为的慢生活是什么样的。没关系，顺其自然一点。比起用大脑去想做什么，不如把感觉交给你的心。刻意想出来的内容也不一定符合慢生活的意义。当下的感觉是最重要的。我倒是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。一个人晒太阳有些无聊，我想2个人会更好。你可以放松一点，这张椅子足以承载我们2个人的重量，是吗？我可以确定，现在的你是真的放松了。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就回去。抱歉，研究所的准备工作出了点问题，需要我回到研究所共同商讨。
或许我们可以把离开的速度也放慢一些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明天找人把他送回来。只不过这一次，还是得委屈你坐在这里了。想重温一下吗？